这个男人必须在45天内脱单，否则会被变成一种动物。但他有权选择想要变成什么。 Yes, a lobster. Why lobster? Because lobsters live for over 100 years. Blue-blooded, like aristocrats. 故事发生在未来社会，所有居民的婚姻受到严格管控。根据规定，不论男女，单身者会被集体送到一个酒店。倘若在45天内没有找到匹配的伴侣，就会被转化为一种自选动物，并且流放到森林里去。当然，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人身边。例如，大卫的哥哥变成一条狗后，就回到了大卫夫妇身边。但不幸的是，大卫的妻子突然跟别人跑了，他只能带着变成单身狗的哥哥被人送往酒店。酒店前台会登记好每个人的详细资料，然后依照顺序安排房间。第二天，酒店经理会询问每个人的志愿。如果45天没找到伴侣，想变成什么动物？大卫说他想变成一只龙虾，因为龙虾可以活100多年。随后，工作人员会锁住新来酒店的单身者一只右手，是为了强调伴侣就如同右手一般的存在，并让其自行体验少了一只手的生活。接下来，酒店会举行一次新人介绍会，这样可以使陌生异性更好地了解自己。当然，酒店方也会定时为单身者制造浪漫的相亲派对。男人们全部要求西装革领，女人们则高跟鞋配碎花裙。大卫一眼就看上了坐在中间的女人，鼓起勇气约对方跳一支舞。匹配成功的情侣有个硬性要求，两人之间必须有一点相同之处才能在一起。比如跟大卫跳舞的女人总是会莫名的流鼻血，如果有人有类似状况，基本就可以牵手成功。黄昏时，酒店方会组织单身者集体到森林里去狩猎，而狩猎的对象是逃亡在外的独身主义者，他们反对必须拥有情侣生活才算完美的规则，所以成立了孤独者阵营。单身者每抓到一个孤独者，就会增加1天时间。大卫很失落，因为他一个也没抓到。为了让大家深知拥有伴侣的重要性，酒店还安排了话剧表演，比如一个独身老人用餐时不慎卡住，也许会被卡死；一个独身女人走在街上，也许会被图谋不轨的人尾随。而有了伴侣后就截然不同了，假如用餐时被卡住，伴侣会第一时间给予救助，而女人在伴侣的陪同下外出也会十分安全。大卫在酒店交了2个朋友，卷毛和大壮。卷毛说他如果找不到伴侣，想要变成一只鹦鹉。大壮是个聪明人，他可不想变成任何动物。眼看自己的期限进入倒计时，他找到那个经常莫名流鼻血的女人，趁其不备故意撞破了鼻子。女人以为他也有莫名流鼻血的症状，因此立马对大壮产生了好感，而这一切都被大卫看在眼里。晚上，大壮来到大卫房间，他告诉大卫，如果期限内找不到合适的伴侣，又不想被变成动物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制造共同点。第二天，酒店经理为大壮和鼻血女举行了情侣认证仪式，同时两人会被安排到双人间进行为时2周的观察。观察期过后，如果双方没有发生矛盾，便可以一起回到城市生活。大卫受到好友启发，尝试和一旁的金发女搭讪。金发女只剩下1天期限，应该比较好对付，可对方非常注重发质，觉得大卫一头糟发配不上自己，秉着宁缺毋滥的原则，最后如愿变成了一匹毛发亮丽的小马。这天，一个女人到了45天期限，又不想变成动物，最后选择跳楼自杀。大卫感到非常惋惜，但又马上装作十分冷漠的样子，转头看向一旁。一个女人因为不想被变成动物，选择了跳楼自杀。大卫假装十分冷漠的样子，来到另一个女人身旁。因为这个女人是公认的性格冷漠，所以大卫也假装冷漠的样子，想要引起对方注意。第二天，冷漠女约大卫来泡温泉，其实是想试探一下大卫是否真的性格冷漠。他假装被果子卡住，看似停止呼吸，靠倒在池边。大卫内心很纠结，但脸上没有露出一丝同情。几秒后，冷漠女起来对大卫说 I think we are a match. Yes, I think so too. 就这样，大卫成功脱单，并且也搬到了双人间。2周后就能回到城市生活。但眼下有个难题，大卫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必须表现得十分冷漠。怎奈在一次夜间运动时，大卫难掩兴奋，被冷漠女发现，并开始怀疑。第二天一早，冷漠女叫醒大卫，并告诉对方自己把他变成狗的哥哥踢死了。大卫起初装作无所谓的样子，可看到女人腿上的血迹后，马上以洗漱为由来到卫生间，地上是哥哥的尸体，洗脸池上还有未干的血迹。大卫想要强装镇定，可说话的语气已经变得颤颤巍巍，最终没忍住哭出了声。冷漠女冲进来就给了大卫一巴掌。根据规定，情侣之间不能有任何谎言，一旦被发现就会马上将其变成动物。他准备带大卫去见酒店经理，大卫趁其不备出拳，接着转头就跑，然后在酒店服务员的帮助下拿麻醉枪击倒了对方，最后慢慢的把冷漠女拖进了变形室，也算得上是为哥哥报了仇。不过酒店他是待不下去了，一路跑到森林里，投奔了孤独者阵营。这里的首领就是眼前的女人，她不反对大
大卫加入，只是告诉他在这里不能有任何感情，哪怕是一句暧昧的话，被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嘴上裹着纱布的黑人老弟，因为和异性接吻，所以被割掉了嘴唇。孤独者依靠捕猎动物为生，而这些动物则是酒店里没找到伴侣之人变身后被投放到森林里的。这天，大卫在捕猎的时候，反被单身者发现了，此人正是他在酒店的好友之一卷毛。大卫试图动之以情，希望卷毛可以放过自己，但卷毛的期限只剩2天，根本不和大卫讲什么感情。此时，另一个孤独者小美冲上来，朝着卷毛腿部刺了一刀。大卫顺势捡起麻醉枪，将卷毛制服。小美对大卫说：“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不然引起误会就麻烦大了。”首领会定时带人去城里采购物资，为了防止暴露身份，通常都是男女结队而行。巧的是，小美刚好与大卫一队，虽然是逢场作戏，但大卫却悄悄动了心。商场里一个女人跪在地上，因为她没有伴侣陪同，警察怀疑她是逃亡的孤独者。先是检查了一下她的鞋底，确认没有泥土后，又查看女人的双手，指甲里也没有污垢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等待同伴的大卫也被警察盯上了。这里的警察不抓贼，专门抓捕单身男女。大卫慌张的左顾右盼，还好小美及时出现，又一次成功替他解围。回到森林里，大卫和小美闲聊时发现，小美居然也有近视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等于有了共同点。虽然两人都没说破，但实际上心里都接受了对方。孤独者首领这边准备夜里去酒店搞一波突袭，计划是这样的：找一对观察期马上到2周的情侣，将女方保到一边，然后首领问男方有多爱自己的伴侣。男人说非常爱。这时首领故作为难地问同伴：他们如此相爱，可两人只能活一个，该杀谁好呢？接着又问男人：如果我杀掉你的伴侣，你可以独活吗？男人马上回答说可以。首领把枪递给男人，让他亲手杀掉心爱的女人。男人扣动扳机，但其实枪里根本没有子弹，他们的目的不是杀人，而是挑拨离间。回到森林后，大卫经常私下和小美约会，碍于孤独者之间不能产生任何感情的规定，两人只能秘密交往。时间长了，他们发明了一种只有对方才看得懂的手语。又过了些日子，两人感情越来越深。这天，大卫用手语暗示小美进城生活，小美同意了，并回复他说明天捕猎时逃走。但偏偏这时候，小美的日记被首领发现，里面记录了两人从相遇到相爱的过程，但仅凭一本日记又无法将二人定罪。于是首领决定毁掉他俩之间的共同点，把小美带到城里最好的眼科医院。小美以为首领想把她的近视治好，从而破坏她与大卫之间的共同点，却没想到恰恰相反，小美瞎了。回到森林后，大卫在曾经约会的地方找到小美，得知小美变成了瞎子，他既气愤又愧疚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大卫试图在小美身上再找到一处两人的共同点，这样就可以回到城市生活。可不论是饮食、爱好，甚至血型，再没有一处是相同的。但大卫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她在一起。他拉着小美穿过公路，来到城里的一家餐厅，十分用心地盯着小美看了很久，随后拿着桌上的餐具刀离开，来到卫生间，用纸将自己的嘴填满，对着镜子貌似也想把自己弄瞎。而餐厅里的小美在服务员帮她蓄水时，眼睛一直看着对方，之后又望向窗外。至于小美到底是真瞎还是假瞎，大卫又是否为其毁了眼睛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因为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相信导演留下这个悬念，就是为了给观众去推测吧。那么对于这部电影的结局，你怎么看呢？